来，现在把你的右手伸出来，自然握个拳，别攥太紧，侧过来看你手上有几条线，数清楚了，别眨眼。我告诉你，这几条线就是老天爷给你写的人生剧本。多少人活了大半辈子，为了儿女操碎了心，为了日子愁白了头，心里有苦没处说，就到处跑庙烧香，找人算命看相，问晚年有没有福气，问儿女孝不孝顺，问自己这一生到底是来享福的还是来还债的。今天我告诉你，不用求别人，天地间的因果从来都不在算命先生的嘴里，也不在香烛纸钱里，它早就明明白白刻在你自己的手上，刻在你这副身体里。你握拳看到的这几条线不是随便藏的，它藏着你的性格脾气，藏着你这辈子的财运深浅，更藏着你前世今生的因果业力。但今天我不是来给你算街头那种你会发财的空卦，那种话听了没用，改变不了任何事。我要给你猜透的是这几条线背后，老天爷为什么给你安排这样的命，为什么让你吃这些苦，享这些福。不过在讲这几条线之前，有一个天大的道理，我必须先给你讲透。这个道理搞不懂，你听再多命理，算再多命都是白搭。很多人活了70、80岁，头发都白了，都没搞明白到底什么是命，什么是运。为什么有人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有人却生在穷山沟里吃糠咽菜？为什么有人天生聪明过人，有人却笨手笨脚？这就是命果。命是前世善恶业力攒下来的，是上辈子结的果打包带到这辈子来的。人一落地，那个先天的底子就已经带来了。我见过太多老朋友在我面前掉眼泪，拍着胸口说，我这辈子没做过一件亏心事，宁可自己吃亏也帮别人。为什么好人没好报？你们心里是不是也有这个疑问？是不是也觉得老天爷不公平？你们要晓得，这一世你做的善事改的是运，不是那个先天的命。好比你生来分到一辆破车，这是命，可是你会不会好好开？会不会避开坑洼？会不会一路平安到终点？这就是运。想彻底改命难如登天，不是你烧几炷香磕几个头就能改的，必须积功累德到一定程度，修出大福报，那个能量大到能冲破你先天业力的束缚，才能真正扭转乾坤。所以那些明明是好人却过得苦的人，不是老天爷瞎了眼，是你这辈子的功德还不够，还没能还清前世的债，没能突破那个先天的定数。这就是宇宙间的因果铁律，丝毫不差，半点不由人。现在再看一眼你手上的线，数清楚了吗？是1条、2条、3条还是4条？这几根线截然不同的人生剧本。接下来我会给你讲的明明白白，你听到哪一种就把自己的心放进去对照。咱们先来看这第一种情况。老朋友们，你们看看自己的手，如果你握起拳头，侧面看过去，如果你是一条线，你首先要给自己或竖个大拇指。为什么？因为你这种人啊，骨子里透着4个字，重情重义。这种人生性淳朴正直，非常讲义气，为人也靠得住，做事肯出力，看到别人受委屈，心里就不舒服，总想替人说句公道话。这样的人在单位也好，在亲戚朋友里也好，通常都有人尊敬。为什么？因为他坦白，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谁对他真，谁在算计他，他心里其实明白，只是不愿意当场说破。听起来是不是很好？这样的人照理应该享大福，可是你仔细回想一下，如果你自己就是这一条线，这大半辈子真的顺心吗？
你心里是不是压着很多委屈？我讲句直白的话，你们别不爱听。这种只有一条线讲义气的好人，偏偏有一道极其难过的坎，那就是六亲缘薄，兄弟难靠。你回头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你在外面帮朋友，朋友可能还会记你的好，可你把心掏出来给家里人，给兄弟姐妹，给原生家庭，换来的常常不是感激，而是寒心埋怨，甚至反咬一口。你少年时期运势多半辛苦，家里有事总是你冲在最前面出钱出力，可是轮到你自己遇到难处，想从兄弟姐妹，从原生家庭那里得到一点庇护，比登天还难，你只能咬着牙靠自己撑过去。我以前遇到过一个老朋友，我们就叫他老李吧。老李的手上就是清清楚楚的这一条线。老李这个人啊，年轻的时候特别能干，脑子活络，做事勤勉敬业，很早就出来做生意，赚了点钱。他是个长子，那真的是把长兄如父这句话刻在了骨头里。弟弟要结婚没钱买房，他二话不说，拿出自己大半的积蓄给弟弟凑了首付。妹妹想做点小买卖，亏了本，债主找上门，也是老李东拼西凑替他还的窟窿。就连父母晚年生病住院，床前床后全是他和他媳妇在伺候，出钱又出力，毫无怨言。老李心里想着，一家人嘛，血浓于水，我多付出一点，大家和和气气的，老天爷总看得见，对不对？可是后来怎么样呢？前些年老李老家的房子遇到了开发拆建，分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补偿款。这时候他那个几年不露面的弟弟，还有那个当年被他救出火坑的妹妹，全都跑回来了。他们干什么？他们不是来感恩的，他们是来争财产的。弟弟指着老李的鼻子骂，说老李当年早早出来做生意，肯定早就占了家里不少便宜，这笔钱老李一分都不该拿。妹妹在一旁帮腔，说父母偏心，老李在父母跟前伺候，肯定偷偷拿了父母的私房钱。老李当时听了，感觉心都在滴血啊，他气得浑身发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晚上回家就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半个月。老李跑来找我，坐在我面前眼泪直流，一个快60岁的大老爷们，哭得像个孩子。他问我这一辈子没做过一件亏心事，对家里人可以说是掏心掏肺，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为什么亲生骨肉能狠毒到这个地步？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当时看着他，我就跟他说，老李啊，你没有做错什么，你错就错在你没看透这六亲之间的因缘果报。你们要晓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亲人，一家人聚在一起，无非就是4种缘分：报恩的、报怨的、讨债的、还债的。你像老李这样的生性讲义气、责任心极重，这在因果上叫什么？这就叫还债的。他前世欠了这几个兄弟姐妹的，所以这辈子一投胎，他的潜意识里就觉得我必须帮他们，我不帮他们我心里就难受。这其实就是业力在牵引着他去还债。他给弟弟买房，替妹妹还债，伺候父母，这就叫还债。现在拆迁款下来了，兄弟姐妹像仇人一样来咬他，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他的债已经还清了。老天爷在用这种最极端最残忍的方式告诉他，你们之间的缘分尽了，你该从这个泥潭里拔出来了。你想想看，如果当时兄弟姐妹跟他客客气气的，老李还会继续把自己的钱拿去补贴他们，最后连自己小家庭的生活都拖垮。正因为他们绝情，老李才彻底死了心。这不是坏事，这是老天爷在救他。
我当时就劝老李，这笔钱你该拿的合法份额你就拿，他们要想打官司就去打，但是你的心要彻底放下，不要去恨他们，你要在心里对他们说一声谢谢，咱们两清了，你要离他们远远的，自己去过自己的日子。老李听进去了，他没有去争吵，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然后带着老婆孩子彻底离开了那个老家，离乡背井去了外地的一座城市，重新开始。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跟你们讲的这一条线的人最核心的一个命运转折点，离主成家。你们记住啊，拥有这种手纹的人，你们的家族缘分极度淡薄，甚至老家的那个风水磁场，那个人际关系网，就是你们前世业力的纠缠地。你们只要留在那个圈子里，你就会不停地被消耗，被亲情绑架，你的运气永远好不起来。但是只要你们狠下心，稍微有离乡背井赴远地成家立业的举动，你的大运立刻就会打开。为什么？因为你一旦离开那个旧的磁场，你身上的那些委屈，那些牵绊就被斩断了。你这种人行动敏捷，头脑聪明，反应快，而且心地端正纯洁，与人相处亲爱和善，少有争执。你把在家里受的气转化成在外面的和气，这时候奇迹就出现了。你虽然得不到兄弟家庭的庇佑，但是你一到了外面，你的善良和厚道不仅可以得到来自社会上贵人的鼎力相助，而且还能收获祖先在冥冥之中的庇佑。你早年有多辛苦，你中年以后就有多发达。果然，老李去了外地之后，因为他做事诚实友善，为人忠实可靠，很快就结识了几个大客户。别人做生意靠请客送礼，他做生意靠自己那股子豪爽勇敢，守本分谦虚的劲儿。不到5年时间，他的事业迅速发展，财富不断积累，比在老家的时候富裕了10倍都不止，而且身体健康无忧，一生富贵殷实。所以啊，诸位老朋友，如果你自己或者你的孩子手上是这一条线的，你现在正在因为亲戚之间、兄弟之间的争斗而痛苦，你天天晚上睡不着觉，觉得自己吃了大亏，我请你立刻把这个念头转过来，不要去求那个亲情，求不到的那是来讨债的，还完了就得了。你要懂得独立生计，你要明白你的福报在外面，在中年以后财源广进的大好时机都在后头等着你呢。你何必为了前世的几根烂稻草耽误了自己后半辈子的金山银山呢？对不对？只要你把这口气咽下去，把这个理看透了，你后半辈子的路那是越走越宽，注定是成立之命，平安顺遂。这一条线讲到这里，你心里就该明白了，有些缘分不是让你回头受苦的，是逼你往外走，往后活的。再把拳头侧过来看第二种，如果你的手侧面清清楚楚有2条线，那就是另外一番因缘果报了。有2条线的老朋友，我首先要在心里给你道个喜。为什么？因为从先天的命理格局来看，老天爷对你这辈子是很偏爱的，你身上带着一股天生的贵气。你回想一下自己这一大半辈子是不是这样，从小脑子就聪明，学东西快，才智出众，不管你是念书还是后来出来工作做生意，你总能比别人更快地摸出门道来。而且啊，你这个人天生带着财库，在工作上往往能够如鱼得水，步步高升。更难得的是，你们这一生外头的贵人运特别强劲，跟领导打交道，跟客户朋友相处，你只要肯拿出真心，别人就容易信你。你这种人重感情，
讲信用，路走着走着就会多出几盏灯来，别人还在黑暗里摸索，你已经有人伸手拉你一把。特别是到了中年以后，30多岁40岁一过，这个运势就会明显翻上来。只要你踏实肯干，凭着那点聪明才智，事业上总有机会打开局面，正财稳，偏财也会来几阵，属于富贵殷实，生活不愁的命局。听到这里，有2条线的朋友心里可能已经乐开了花，觉得这命太好了。可是天地万物讲究平衡，老天爷把这么好的财智，这么旺的外财都给了你，总要在别处收回一点。你自己摸摸良心，你在外头有面子，有票子，有地位，人人都夸你是好人，是能人。可是回到家里头呢，日子是不是经常吵吵闹闹，一点小事就翻旧账，一句话不对，整个屋子的气都沉下去了。这就是2条线命格里藏着的最大的一个破绽，一个结束。我把它总结成2句话，叫做出外逢贵人，在家多是非，是不是这么个理？你在外面有气度，跟谁都客客气气，朋友借钱你2话不说，外人有点难处，你跑得比谁都快，脾气好得不得了。可是你一回到家，大门一关，浑身的刺就竖起来了。老伴好心好意给你端杯热水，你嫌烫了，脸色马上不好看。孩子稍微顶句嘴，你火气一下就冲上来。家里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最后都能被你搅成一场大战。很多这种命局的老朋友常常满脸苦闷地跑来问我，南师我在外面人缘那么好，谁见了我都竖大拇指，怎么一回到家，老伴不体谅，孩子不听话，我拼死拼活赚钱养家，一家人和和睦睦，怎么就这么难？我每次听到这种话，我就毫不客气地指着他说，你不要去怪你的老伴，也不要去怪你的孩子，你要怪就怪你自己那张嘴，怪你自己的那颗傲慢心。这里头有极深的心性因果和气机流转，你们一定要听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天生聪明，事业又能做起来，骨子里不知不觉就会生出一种傲慢。可是在外面，为了赚钱，为了做事，你要应酬，要忍让，只能把这股傲气压住。一天里那点耐心，那点好脾气，全都给了外人。当你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你潜意识里觉得这是我的地盘了，我是家里的顶梁柱，钱都是我赚的，我的防备可以卸下来了。于是你骨子里的那个傲慢，那个烦躁，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全都在家里人面前倒了出来。你觉得家里人笨，你觉得老伴跟不上你的思路，你觉得他们做事不利索，所以你脱口而出的话句句都带着刀子，句句都在伤人。这在佛法里叫什么？这就叫造口业你们要晓得，语言是有巨大能量的。你天天在家里发脾气，天天在家里为了争件大的事情，争个谁对谁错，你释放出来的全都是阴寒的煞气。这股怨气和煞气每天在你的屋子里转来转去，你家的风水能好得了吗？很多老朋友有了钱，觉得家里不顺，就跑去请风水先生，花大价钱买什么貔貅，买什么泰山石摆在家里镇宅，有用吗？我告诉你，一点用都没有。你家里最大的风水不是那些石头木头，而是你的那张嘴。你一张嘴全是抱怨，全是压迫，全是指责，把家里的和气全都给吹散了。财神爷本来走到你家门口了，听见里面天天吵架，感受到那股冲天的怨气，人家转头就走了。家和万事兴，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老祖宗总结出来的宇宙能量法则。为什么有些大老板有钱人在外面风光无限，
最后却因为后院起火，搞得身败名裂，妻离子散，晚年孤独凄凉。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收敛这2个字，他们把家庭当成了情绪的垃圾桶，把最坏的脾气留给了最亲的人，外面的福报太满，家里的德行却亏了，这大厦迟早要塌。所以有这2条线的老朋友，你们中年的财运极好，但是在家庭相处上，这是你们必须跨过去的一道坎。如果跨不过去，你赚再多的钱，到了晚年也是一场空，没人陪你说话，没人给你端茶倒水。如果你现在听懂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你该怎么办？我教你一个最实用的化解方法。从今天开始，当你每天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你先别急着掏钥匙开门，你站在门外，深呼吸3口大气，你在心里告诉自己，把外面那个聪明的你，那个老板的你，那个受气的你，全都脱下来挂在门外。进了这扇门，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丈夫，一个普通的妻子，一个普通的父母。老伴唠叨你几句，你笑一笑，点点头，说对对对，千万别去争辩。孩子有点小毛病，你多鼓励2句，少挑剔。你只要能管住自己这张嘴，不造口业，把你性格里那些尖锐的煞气化作一团和气。只要你把这内宅的阵脚稳住了，夫妻感情和顺融洽，家庭圆满无忧。我跟你保证，你到了晚年，运势不仅平顺，而且能守住你的大财库，财务丰足，吉利安泰，少有烦恼。外面的世界你已经赢了，要是连个家都包容不了，那你这聪明就是小聪明，不是大智慧。听懂了没有？2条线的关口就在这张嘴上，嘴收住了，家宅的气就回来了。嘴收不住，外面的财也会被家里的怨气冲散。这个理儿记住了。咱们再看第3种线，你们再仔细看看自己握紧的拳头，看那个侧面，如果清清楚楚地印着3条线，那你就要好好听我接下来要讲的话了，因为这关乎你大半辈子的委屈，还有你晚年的大福报。拥有3条线的老朋友，你们骨子里是什么样的人呢？2个字，厚道。你们天生聪明醇厚，为人善良，性格也和顺。在外面你常常是那个老好人，淡泊名利，不喜欢跟人争抢，别人占你一点小便宜，你笑笑就算了，心里还劝自己吃亏是福。特别是女性朋友，如果有这3条线，多半是兴旺夫家的命格，婚后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也能慢慢把一家人的财气扶起来。但是听到这里，很多手上有3条线的老朋友，可能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你心里会非常委屈，会问我，南师啊，你说的都对，我这辈子没害过人，处处忍让，善良本分，可是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吃那么多苦？为什么别人轻轻松松能办成的事，到我这里非要脱掉几层皮？老天爷是不是瞎了眼啊？你早年是不是多有磨难？是不是感觉怎么努力，运势就是不开拔？哪怕有了点钱，也会因为家里人的牵连或者朋友的借贷，一下子又两手空空。我跟你讲句透底的话，老天爷没有瞎眼，老天爷这是在护着你，在帮你扩容。什么叫扩容？老祖宗有句话叫做厚德载物，这4个字不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好看的，它是天道。你想承载多大的财富和福报，就必须有多深的德行，多稳的心性去拖住它。一个小酒杯哪里接得住一缸水？老天爷要是提前把大福报倒给你，福还没来，人先被砸坏了，
多少人年轻的时候猛然发了横财，结果呢，不是染上恶习败光了，就是惹上官司牢狱之灾，甚至连命都没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性压不住那个财。所以老天爷对你们这种心地善良、命中晚年要享大福的人，用的是另外一套剧本。他先用10几20年的苦难、委屈、折磨，把你的那个碗一点点撑大，把性格里的急躁磨平，把忍辱心练出来。咱们历史上最能说明这个因果规律的，就是北宋的名臣吕蒙正。大家可能听过他的名字，民间常把那篇《破窑赋》和他的招妓连在一起讲。吕蒙正年轻的时候，那苦吃的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他被父亲赶出家门，带着母亲流落街头，最后只能住在一个破窑洞里，连个遮风挡雨的门都没有。大冬天的下着大雪，母子俩冻得瑟瑟发抖，没吃的，他只能去庙里捡别人施舍剩下的冷饭收菜。走在街上，那些有钱人以前的亲戚谁都不拿正眼看他，甚至还要当面嘲笑他、侮辱他。你想想看，如果是一般人受了这种天大的委屈，早就满心怨气了，早就恨死这个世界了，或者干脆自暴自弃，走上邪路了。可是吕蒙正没有，吕蒙正的心性极其善良醇厚，他住在破窑里，没有抱怨老天爷不公平，也没有去恨那些看不起他的人。他每天守着本分，读书，孝顺母亲，别人骂他，他全当是在帮自己消业障。就是在这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里，他把自己的那个福报碗一点点撑大了。后来怎么样？等他到了中年，运势一开，简直是势如破竹。他不仅考中了状元，最后还做到了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财富、名誉、地位全都来了。而且因为他早年受过苦，发迹之后他没有骄奢淫逸，反而更加乐善好施，所以他晚年极其安泰，子孙后代也享受了极大的福音。这就是我要跟3条线的老朋友讲的硬道理。你早年的那些磨难，那些脱磨和波折，那都是你的破窑啊，那是老天爷在考验你，看你在吃了亏受了苦之后还能不能守住心里那份善良和淳朴。如果你守住了，你没有变坏，你没有变得刻薄恶毒，那我恭喜你，你通过了考验。你看这大运走势，一到中年以后，你的运势就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候不仅有正财的稳定收入，甚至往往还会有横财进账。更重要的是，因为你前半辈子积攒的好人缘、厚道劲儿，不仅可以得到来自社会上贵人的鼎力相助，而且还能收获祖先在冥冥之中的庇佑。这个时候你的事业迅速发展，财富被不断的积累，注定是富贵殷实，老伴顺着你，儿女孝敬你，一家人其乐融融，生活惬意得不得了。这叫什么？这叫大器晚成，发福之命。晚年的生活丰足无忧，能享有福运绵长的退休时光。所以诸位老朋友，如果你早年吃了很多苦，你现在回头看看，是不是该感谢那些苦难？那些骗过你的人，欺负过你的人，其实都是来帮你消业障的。债还清了，业消完了，你后半辈子的路那是铺满了金光啊！千万不要再去抱怨了。你一抱怨，你心里的那个火一烧起来，就把好不容易攒下的福报给烧漏了。你要安安心心的去接纳，继续保持你那份淡泊名利的心，多做善事，你的福禄全都在后头等着你呢，别人抢都抢不走。3条线的人苦在前头，福也在后头。可是还有一种人，
老天爷把财库开得太大，开到让人心惊。大家再看看自己握紧的拳头侧面，如果那里密密麻麻清清楚楚地印着4条线，那你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听到心里去，因为你这辈子的命格可以说是一个极其极端的局。拥有4条线的人生下来就是带大财库的。你们这种人啊，气宇轩昂，为人豁达大度，心里头能装得下事。从小在同龄人里面，你就是那个带头的大哥大姐，展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你非常适合创业，往往有白手起家的绝佳机会。而且你身边的贵人多得数都数不清，只要做起事来简直是如鱼得水。只要是原则之内的事情，你干脆利落，活得既风光又坦荡。尤其到了30岁以后，那财运真的是一年比一年亨通，往往能开创出自己独有的产业，发大财，甚至大富大贵。很多老朋友听到这里，可能眼睛都亮了，心想：南师啊，这可是天大的好命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是人最容易只看见贼吃肉，看不见贼挨打。天地之间最怕什么？最怕一个满字，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这叫天道既满。老天爷把这么大的财运，这么强的领导力，这么厚重的事业福报，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别处一定会有缺口。这个缺口在因果律上就叫做福禄难全。有这4条线发了大财的老朋友，你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的日子，或者看看你身边那些大富大贵的人，他们往往逃不过2个极其可怕的魔咒。第一个魔咒叫夫妻和睦，不能偕老。这很奇怪，对不对？很多有钱人夫妻俩感情其实不错，当年也是共患难过来的，可是财气太旺，家里的阴阳失衡，另一半的寿元就容易被压住。往往是日子刚刚好起来，福还没享几天，老伴突然一场疾病或者一场意外，人就走了，这就叫半路夫妻，有福同享不了。第二个魔咒更可怕，叫做仔细克法。你在这头拼命赚钱，打下一片江山，可是在儿女这一块，缘分薄得像纸，要么年轻时忙事业，身体亏了，子息迟迟不来，要么孩子从小体弱多病，再严重一点，生来就是讨债的，天天在外面惹是生非，把你赚来的钱一点点败光，最后忤逆不孝，让你老来心寒。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能量全用在求财和向外扩张上了，你家里的那点根基被这股猛烈的财气给冲垮了。老祖宗留下的历史里有个最血淋淋的例子，你们应该都听过西汉时期的大权臣霍光。霍光这个人可以说是把人间的富贵和权力占到了极点。汉昭帝、汉宣帝的时候，他权势极重，连废立皇帝都能影响，这在世间法里头就是权倾天下，富贵逼人，绝对的顶级大运。可是他懂不懂天道既满的道理呢？他不懂。他在外面威风八面，可是在家里头他丝毫没有修身不得。他那个老婆霍显仗着家里的权势骄横跋扈到了极点，甚至为了让自己女儿当皇后，胆大包天到去毒死了汉宣帝的许皇后。家里人犯下这种大罪，霍光没有严惩，也没有忏悔化解，反而利用自己的权势把这事压了下来，继续让霍家人在外面作威作福。结果怎么样？霍光活着的时候，那福报大得像座山，谁也动不了他。可是他前脚刚死，他积攒的那点福报瞬间就消耗光了。汉宣帝一旦动手清算，霍家多年攒下来的富贵
转眼就变成一场血案，满门倾覆，族人亲眷纷纷受牵连。你想想看，霍光生前权势滔天，富贵逼人，最后落得个什么下场？好好的赫赫家门，转眼之间香火摇摇欲坠，后人蒙获，这就叫绝世煞气，这就叫光有财路没有厚德，最后连自己的子孙后代都保不住。所以我今天对着有4条线的老朋友讲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你现在事业很好，手里有很多钱，千万不要只顾着沾沾自喜，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在心里头捏一把汗。你的那个财富如果不用德去配它，它就是个定时炸弹。你发现自己老伴身体不好了，发现儿女跟你不亲了，不成器了，千万不要只会抱怨，先把那个追逐名利的心收一收，少赚一点钱没关系，少拿一点利润也是应该的，把多出来的财气拿出去布施，帮帮穷苦的人，帮帮那些看不起病的人，这叫什么？这叫破财消灾。你是在用外面的善财来赎回家里的子息缘分，赎回老伴的寿命。你要懂得涵养德性，修身修德，平日里多积福分，只有把自己的德行修得像大地一样厚实，才能稳稳当当拖住命中注定的这座金山，把天道既满的道理吃透了。到了40岁盛运的时候，你才能左右逢源，晚年守得住荣华富贵，避开那可怕的骨肉分离。听明白了吗？财运越大，越要夹着尾巴做人，越要拼命的做善事，这才是保全家门、延续子嗣的唯一活路啊！命局讲到这里，别只顾着怕，也别只顾着高兴。老天爷把线写在你手上，不是让你认输，是让你早一点知道哪里有坑，哪里有门。4种手相，4种命格背后的因缘果报，咱们算是讲明白了。很多老朋友听到这里，心里可能咯噔一下，坏了，我手上的纹路就是那种苦命的，或者我老伴、我儿女就是那种容易惹是非的，晚年留不住人的，这可怎么办？我常常讲，光知道命，不懂得改命，那你这命就算白看了。老天爷如果给了你一副差牌，咱们就得想办法把它打好；如果给了你一副好牌，咱们更得小心翼翼地捧着，别让它半路就飞了。后面这些法子都是最实实在在的，能保命吉福的转运大法。你们哪怕只记住1、2招，踏踏实实的照着去做，你们家的风水，你晚年的大运立刻就能变。咱们先说第1种，就是手上一条线，特别讲义气却总被家里人算计，亲戚缘分极差的老朋友，你们这辈子最大的内耗就是心里头压着的那个气和怨，你觉得委屈，觉得好心没好报，对不对？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把你心里的这个委屈彻底扔掉。你每天早上醒来，要在心里头对自己默念一句话：我上辈子欠他们的，这辈子我已经全还清了，从此以后无债一身轻。别人家兄弟姐妹为了拆迁款，为了挣父母那点养老钱，打得头破血流，你不要去掺和，退一步，把那个烂摊子甩远一点。这在因果上叫斩断恶缘，不去恨，不去争，你才真正自由。把精力收回来，离那个让你痛苦的老家环境远一点，带着家人本本分分做事，心里的怨气一消，外面的和气一来，财运就有机会冒出来。再说第2种，手上有2条线，在外面风光无限，在家里却天天造口业的聪明人，你们要修的叫做闭口禅。我教给你一个很笨但很管用的办法，你每天下班回家，或者在外面应酬受了气回来，
走到自己家大门口，先别急着拿钥匙，站在门外，闭上眼睛，深呼吸3口气。你在这3口大气的时间里，把你那个老板的架子，你那个聪明的脑瓜子，你在外面受的所有憋屈，统统当成一件脏衣服，在门外脱下来。你一推开家门，你就是个没脾气的老头子、老太太。老伴要是念叨你，骂你几句，你怎么办？你赶紧把舌头顶住上颚，在心里数1到10，千万别顶嘴。你只要把那句伤人的话咽下去，冲着老伴笑一笑，说一句对，你辛苦了。我跟你讲，家里立刻就少一分煞气，多一分财气，这叫和气生财，这叫改变家宅的磁场。你不造口业，大半辈子的福报才能稳稳当当的落在家里头。第3种，也就是手上3条线，心地善良。早年吃了天大苦头的老朋友，你们现在年纪慢慢大了，可能日子稍微好过一点了，儿女也长大了，你们这群善良的老实人一定要记住4个字：严禁抱怨。有很多老太太、老头子一辈子是个好人，但是嘴太碎了，见人就诉苦，说自己年轻时候多可怜，丈夫多不体贴，婆婆当年多狠毒。你们要晓得啊，早年吃过的那些苦，受过的那些罪，老天爷早就给你记在功劳簿上了，那全是中年以后的福报存款。可是你每向别人抱怨1次，这存款就漏掉1笔，天天抱怨，那点福报早晚被你漏得干干净净。所以以后不管谁问你过去的事，你都不要再提了，你就笑眯眯地说，都挺好的，算是熬过来了，老天爷保佑。把你那个宽厚的心稳住，把那些苦难当成是给你扩容的垫脚石。你不抱怨，你的福报就越来越厚，晚年自然有享不完的清福。最要命的是第4种，手上有4条线，发了大财，但是家里经常出事，甚至儿女不孝顺，夫妻半路使别的人。你们这群大富大贵的人，现在该怎么救自己？只有1个字：散。我不是叫你把家产全扔出去，而是要你学会主动破财。你的福禄太满了，满到天地契机都要来拨一下。你要赶在反噬之前，自己先卸掉一部分压力。怎么做？每个月拿出收入的一部分，悄悄帮助别人。哪里有穷苦人家看不起病，你托人送点钱过去。哪里有吃不上饭的孩子，你拿钱去资助一下。但是这里有个天大的禁忌，千万不要留名，千万不要到处去吹嘘我今天捐了多少钱，做了多少大善事。你做了就忘了它，不图别人感谢，这叫做积阴德。你把这有形的钱财散出去，换回来的是什么？换回的是老伴的寿命和健康，是儿女的平安，是家族的根基。财散人聚，用钱财去化解命中绝世、克妻克夫的煞气，这是保命保家的生路。其实啊，无论你是哪种手相，无论你是富贵还是贫穷，到了咱们这个岁数，要想晚年安稳、少生病灾，有一条通用的积福妙招，而且是完全不用花1分钱的，那就是管好你自己的起心动念，在日常生活里去积阴德。早上出门去公园散步，看到路边有玻璃瓶、渣子或者易拉罐挡在路中间，你顺手把它挪到一边，这叫不叫修福？这就是修福。因为你心里想着别让后边骑车的人绊倒了，这就是悲悯心，这就是活菩萨的念头。你下楼去菜市场买菜，对那个起早贪黑卖菜的小贩笑一笑，递钱的时候说一句你辛苦了，生意兴隆啊，这叫不叫积德？这叫大积德。因为你用你的和气化解了他一天的疲劳，
和心里的怨气，你给了他欢喜心，我们老祖宗留下的真本事，从来不是让你抛家舍业去深山老林里打坐，而是让你在每天的柴米油盐里，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去修行。别人骂你，你当他是在替你消灾挡灾；别人夸你，你赶紧在心里低头说一句不敢当，都是老天爷赏饭吃，咱们年纪大了，身体难免有点小毛病，今天这里疼，明天那里痛，你不要天天哎呦哎呦的叹气，觉得自己快不行了，你得转念啊，你要想，哎呀，这是我过去造的恶业，现在化成这点小病痛，让我提前还债了，还完了我就清净了。你这么一想，心气通了，病反而好得快。所以诸位老朋友，千万不要以为先天的那个命写下来了，就只能闭着眼睛往下走。你的手相哪怕长得再不好，只要你今天懂得了去忏悔，去转念，去包容，去布施，那个命运的齿轮立刻就咔嚓一声转向了光明的那一边。你这辈子最后那一层福报，老天爷写在手上，也藏在你起心动念的一刹那，就看你肯不肯起这个善念了。好了，讲了这么久，手上这几条线背后的因缘果报，还有老天爷藏在里头的契机和玄机，我都给你们翻出来了。我知道咱们很多老伙计年纪大了，听着后面前面就忘了，可是这件事关乎下半辈子的安稳，关乎一家老小的平平安安，所以我最后再啰嗦几句，把几件最要命的事给你们盘一遍，你们无论如何要记在心里。第一件事，打死也不能做的就是较劲，尤其是手上只有一条线，重情重义却总被家里人伤透心的老朋友，后半辈子别再跟那些来讨债的亲戚兄弟争对错了，争赢了也是输，把心里的怨气掐断，离他们远一点，自己安安稳稳过日子。你不较劲了，好运才进得来。第二件事，不管你在外面多大本事，多有面子，打死也不能把外面的脾气带回家。这说的是手上有两条线的聪明人，你哪怕在外面是个大老板，推开家门那一刻，也要变成一个没脾气的凡夫俗子。你那张嘴就是家里的风水眼，少说一句伤人的话，家里就少一分煞气，把嘴闭上，把气沉下去，晚年的轻福才享得安稳。第三件事，千万不要再诉苦了，这是专门嘱咐那些手上有三条线，早年吃了大亏，受了大苦的老实人。你总觉得委屈，见人就念叨自己当年多不容易，不要再念叨了，每念叨一次，就把老天爷给你存的福报吹散一分。过去的苦是给你扩充福报的容量，把嘴闭紧，把心放宽，笑眯眯的受着后半辈子的金山银山，别人抢不走。第四件事，也是最凶险的一件事，发了大财绝对不能抠门。手上有4条线，命中带大财库的人，你们听好了，财运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你不往外散，最后就容易反噬到老伴的寿命和儿女的缘分上。千万不能一毛不拔，要养成每个月拿点钱出去偷偷做善事的习惯，这叫破财保命，也叫用有形的钱换无价的家宅平安。这几步大家一定要老老实实的照着去做。我常常讲，真正的风水从来不在你家祖坟上，也不在你家里摆的那些金蚕和貔貅上，最好的风水在哪里？就在你的心里，在你的那个起心动念里。你心念一转，万物皆转，你改了心念，就是在改你的因果，自然就跟着变了。大家听完了今天这堂课，如果觉得心里头亮堂了，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了，
我劝你们做一件积大德的事。什么事呢？把你今天听到的这些善念顺手转发出去，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分享给你的老伙计们。你们要晓得，你这不是在凑热闹，你这是在救人一命，护人一运啊！你一个善意的转发，可能就点醒了那个正在家里跟老伴大吵大闹，马上要把家拆散的人，让他赶紧闭上嘴，少造一场口业。也可能拦住一个正在恨兄弟姐妹，气得吃不下饭的人，让他把心里的怨气放下来。还可能提醒一个赚了点钱就飘起来的人，让他知道赶紧布施积德，保住后半辈子的子嗣福分。你这一句无声的提醒，让别人少造一场业，少走一条弯路，少败一次家运。这在因果上叫什么？这就叫法布施，这就是你在无形中为自己和家人积攒下的大福报，真的是功德无量啊！老话说得好，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帮了别人，那个善意最后都会绕一圈，加倍的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啊，如果你觉得今天这番话确确实实讲到了你的心坎里，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帮助，就请动动你们发财的手指头，点个赞，关注一下。你每一次的点赞和转发，都是在为自己和家人积福。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文字是有巨大力量的，人的念头是有不可思议的能量的。千万人的善念要是汇聚在咱们这个评论区里，那形成的善念磁场威力大的能逢凶化吉。来听我的话，大家都把心沉下来，在评论区里留下一句善言，你可以打上一句愿善念护体，逢凶化吉，或者简单写一句愿家宅平安。你千万别小看这几个字，当你怀着一颗沉静的心敲下这些字的时候，你写下的每一句祈福，最后都会像山谷里的回音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保佑你们晚年无病无灾，子孙满堂。